如果有人兴趣要来练，我们是跟他们说来看个班间，跟我们谈一下。有时他们就是说，哦，我多快可以学木人桩？我是会多快学的怎么样打架。每个人也是要一个打10个吧。看那个电影，看到你打10个没有这么容易，心里要准备，你有可能是会被打到。咏春拳不得不就用，要狠要快。但是最好不要用。这座工业大厦里有一家相当低调的咏春武馆，当家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的李大明教授和他的太太。他们不求桃李满天下，只求交到好徒弟。李大明是叶问的第5代弟子，师承第3代弟子谭红勋。师公谭红勋将咏春拳传到西方国家，李大明先在新西兰学习了咏春拳，回到新加坡还不时到香港向师公讨教，直到他过世。以前是如果有机会练我就去练，如果有10本书我就会看10本书。这个可以说 devoted， 可以说 obsessive 咯。有时有这个lamp post， 我就慢慢走，但有个lamp post就做个猛勺啦，或者做武勺啦。怎么样有机会把你的手放在对的方向？怎么样 make the movement angle？ 咏春拳这门武术适合不高大或力气不强的人，讲究以柔克刚，舍自己的力，卸对手的力，再借用对手的力来发力。我们想法是这样，我们这敌人是比我们大，比我们强，这是我们的 assumption。我们是顶不住的，最好是舍力、卸力、借力、发力，这个是最 efficient and 最 effective 的方法。李大明自认天生不是身强力壮的人，他和太太收徒弟不在乎底子好不好，而是注重心态。你不需要天才，如果你有兴趣学，我们就可以帮你练。你要把你的咏春拳学到哪里这个是你的选择，你的机会。要把咏春拳练好的话，第一个就要这个兴趣，第二是说要 MD 有 cut， 第三是要有耐心。有时第一次做的不会对，不是 100%， 但是不是 0%， 但就慢慢调，调到做得对。习武注重持之以恒，对精妙之处才能渐渐体会。有些人性子比较急，行事为人比较强硬，学习咏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修行。Wing Chun is a soft art. Okay, I punch. Okay, chances are I will be tense because I want to hit her. Okay, if I'm tense, what she'll do is she'll just pull my hand very quickly and punch me with the other hand. So if I punch and she pull, but I'm relaxed, no problem. Okay, I can defend. I can do all kinds of other things. So this is why we do this. 咏春高手认为柔软是一种刚强，跟一般人认为柔就是弱完全不同。比如啦 ，bamboo， 大风吹的时候，它是会没事，因为它可以 bend， 它是柔，不是弱。你可以是个大枝树、大棵树 ，strong wind 的时候，它就 uproot。So to be strong is not to be hard. To be soft is not the same as to be weak. 李大明教授的法律专长是以谈判来调解矛盾，有时放下身段，聆听彼此，再找折中的办法，比硬碰硬更有效。有时我是跟我的学生开玩笑了，我就是说 ，OK， 放松，不要 resist。People will do things for their own reason， 所以你就要知道他的 motivation， 他是有什么 interest。那你就 speak to the interest。你可能是对，但是你对不代表我错，两个人也可以对。Okay， then
不需要顶，不需要打。你放这个 problem solving mindset， 可能可以做这个，可以做这个，可以做这个。你是找 solutions， 不是找 problems。钻研咏春30多年，师父师母未曾用一招半式来替天行道或打抱不平。他们放手去做的是开武馆，跟制度化的韩国跆拳道和日本空手道不同，中华武术还是要通过武馆来传扬。我们有个责任，要传授这个咏春拳。如果人不做师傅、不教、不传授 ，then 这个中华武术会删掉、会没掉的。以前是李小龙啊，就是说过，他是不怕一个人会100种的脚法，他是怕这个人会一个脚法，但是练的1000次。李大明寄望徒弟做人顶天立地。如果你是个师傅，你一定是要你的学生青出于蓝。更希望将来继承衣钵。他们成功，你为何不高兴呢？They can live a better life， 也是我的希望。